仅仅是抬头看了天子一眼，就惨死宫中。再次醒来，我竟然穿越到了10年前，还成为了仇人的亲哥哥。站在世界的顶端，定要让昔日的仇人付出代价。什么情况？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殿下请了。殿下，我是谁啊？殿下您真是风趣呢，您自然是大皇子秦昊殿下呀。啊，秦昊，我竟然穿越成了仇人的亲哥哥。殿下，原来您在这儿，让奴婢好找呢。是他，姚琴是未来的皇妃，仇人为了争夺皇位，竟让自己的女人勾引皇兄。好，很好，既然如此，你心爱的女人我就收。好，是姚琴啊，找本王有何事？片刻不见殿下，奴婢就心慌的厉害呢。您快听听，这心跳是不是很快呀？没想到，之前那个冰清玉洁、高高在上的皇妃，如今在我面前，竟然如此下贱。殿下，怎么样？人家的心跳是不是很快？想不想伸进来摸一下？心跳快，是因为你在想如何帮我的皇帝夺走本王的一切吗？殿下，您说什么呢？奴婢听不懂。听不懂？那本王就说明白点，你不就是皇帝派来勾引我的吗？殿下，奴婢心里只有您，您怎么越说越离谱了呢？离谱？还有更离谱？皇兄被姚琴迷了心智，这皇位注定是我的了。娘娘，二殿下，不好了！汤泉宫那边，大殿下他把姚琴姑娘给糟蹋了。什么？母妃，姚琴是我未来的王妃，你非要把她送到大皇子身边，还说她绝不会失手，现在怎么办？慌什么？跟本宫去汤泉宫，我倒要亲眼瞧瞧这个一向唯唯诺诺的废物，今日是吃了什么雄心豹子胆。表现不错，以后乖乖跟着本王，自有你的好处。记住了，下次来伺候，记得换一身更透的杀意。秦昊，你好大的狗胆！二皇子的王妃也是你不动。姚琴，你没事吧？秦昊，你个畜生！少儿，你叫我什么？你敢打我！你没大没小，叫我什么？秦昊！少儿！再说一遍，叫我什么？皇兄，皇兄！知道我是你皇兄就好，你给我记牢了。只要父皇还在一天，我就永远压你一头。再敢没大没小，可就不止几巴掌这么简单了。以后见到我，要先跪拜大礼。我给我杀！快把少儿带回去，别冲动。贵妃娘娘大驾光临，就为了看弟弟如何戏水的吗？秦昊，你对本宫的人做出此等恶行，还敢如此嚣张，本宫定会禀告陛下，治你个大不敬之罪。你的人，一个宫女而已。本王贵为皇子，临幸一个宫女，是他的福分。难道娘娘要禀告父皇，这宫女她是前朝公主？秦昊，你不要胡说八道。娘娘，要是让父皇知道你偷偷圈养前朝公主，空有这样好的皮囊，真是可惜了。秦昊，你混账！你敢乱说，本宫定让你后悔生于这世上。好啊，那我倒要好好看看贵妃娘娘如何让我后。殿下，
陛下有旨，召您即刻前往太和殿觐见。知道了。贵妃娘娘，这瑶琴的身份是你我之间的秘密，如果让外人知道了，娘娘，您很清楚后果的。上一世你们看不起的蝼蚁，这一世必将立于黄泉之巅。过来，为本王更衣，去见父皇。二殿下近日协助陛下处理北方旱灾一事，条理分明，举措得当，颇有储君之风范呐。是啊，是啊。宁大人所言极是，这大殿下久不问政事，以微臣愚见，这东宫之位，二殿下实至名归呀。是吗？依本王看，未必。是大殿下，平日他只顾与姑娘游山玩水，今日怎会？哼，这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这废物竟然也会上朝议政。微臣参见大殿下，真是许久未见殿下参与朝议，今日得见，实属意外。不像我们二殿下日日勤勉，常伴圣驾左右，深得陛下倚重，此乃国朝之福啊！正好拿这废物当垫脚石，让二殿下看看我的忠心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微臣户部尚书刘才。殿下您贵人多忘事，恐是许久不上朝，把微臣都给忘了吧？过来。殿下有何吩咐？谁是主子，谁是未来的东宫，还轮不到你们这些奴才来嚼舌根。我是朝廷命官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打你又如何？主子教训不懂规矩的奴才，天经地义。你这是藐视陛下，藐视朝廷法度。好啊，你尽管去告啊，看看父皇会不会为了你这个狗奴才动我这位皇子。但你记着，只要你敢开口，本王自有千百种方法，让你后悔来到这世上。陛下驾到，杨贵妃娘娘驾到。朕近来身体不适，精力不济，部分朝政事务需从你兄弟二人中挑选一人代为处理，也算是为朕分忧，加强历练。来了，考验治国能力的时候到了。未来的剧情我了如指掌，这场比试我近年来北方旱灾不断，流民日增，边境亦有所动荡。二位皇子可有良策？父皇，儿臣以为应当立即开放贸易，吸引各国到我大秦经商，届时税收增加，国库充盈，便可拨款赈灾，此乃开源之良策。妙啊！二殿下深谙经济之道，此乃长久之策。是啊，陛下，二皇子他勤奋好学，处事稳妥，让他为您分忧，再合适不过了。一派胡言。哦，大皇子也想主动为朕分忧？大皇子久不问政事，对朝政民生怕是生疏得很，此刻贸然插手，只怕会徒增混乱吧。皇兄平日贪恋美色，逍遥自在不也挺好？替父皇分忧这种差事，还是交给臣弟吧。交给你？你口中的良策，就是我大秦灭亡的。大皇子何出此言？皇兄，本王的开源之策，各位大人都听得明明白白，乃是利国利民的长远之计，怎么到了你口中，就变成了灭亡的开端？二殿下所言极是，这大殿下若无良策，又何必恶语中伤？二皇子的计策确实可行啊。尔等只知盯着关税，可曾睁眼看过北方局势？今年北马草原大旱，牛羊死伤殆尽，为了活命，他们今年冬天肯定会大举南下，劫掠我边关。而你此时竟要开放贸易，
你是嫌北莽的刀不够锋利，粮不够多，怕他们抢起来不方便吗？等敌军压境，你是打算用收上来的那点银子去砸死他们的铁骑吗？北莽大规模南下，大皇子，你此言可有依据？依据？上一世就是你宝贝儿子禽兽干的蠢事，让北境防线彻底崩溃。父皇，此乃儿臣综合边境零星战报、往来商队传言以及北方反常气候等信息推断出来的结论。北境战事关乎我大秦生死存亡，此事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！好，分析的入情入理，大皇子深谋远虑。二皇子，你的策略简直是儿戏，此事不必在意。大皇子，这代理朝政之事，便先由你来负责。儿臣领旨。父皇三思啊，岂可仅凭推测就……陛下，好了，无需多言，此事就这么定了。父皇，儿臣需要一名熟悉政务之人从旁协助。准，你看中谁，尽管调派。儿臣以为户部的刘尚书就挺合适。陛下，不可啊！怎么，刘尚书不愿为朝廷效力，还是不愿为父皇分忧啊？不，微臣不敢，微臣万万不敢。既然如此，刘尚书，你便暂且协助大皇子，务必尽心竭力。微臣遵旨。朕乏了，先去歇息，你们也都散了吧。恭送陛下。刘尚书，殿下有何吩咐？从今日开始，你就替本王擦拭鞋履，清洗夜壶吧。这，微臣是朝廷命官，你这是在羞辱微臣。你说对了，本王就是在羞辱你。你现在有两条路：领旨干活，或者抗旨不遵，你自己选。你欺人太甚！哦，你想刺杀本王？老臣不敢，老臣一时糊涂。各位都看到了，是刘尚书行刺本王在先，本王只是自卫。来人，拖出去，送到太医院，别让他死了。姚琴，你即刻前往户部，命刘才3日之内调拨300万两白银、50万担粮食，秘密运抵黄河下游，此事不得延误。殿下，现今黄河沿岸太平，并无灾变，这般大规模调动钱粮，只怕会遭御史弹劾。你是在教本王做事？奴婢不敢。记住你自己的身份，以后乖乖听本王的话，本王自会保你一世荣华。若是不然，本王有的是法子，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听清楚了？听清楚了。去做事吧，别忘了晚上来本王寝殿伺候。是。过来，站那么远，怕本王吃了你。这樱唇倒是生得好看，今夜便用它来伺候本王吧。殿下，该起身了。今日还需前往御书房处理政务。殿下，进来。哼，这女人昨夜倒是听话，果然，权力才是最好的春药。哎呀。
殿下，请漱口。殿下，奴婢这就让人清洗。不必了，这地毯还有这床全部扔掉，换新的。来，更衣。是。这九五至尊的世界，我来。殿下，御膳房问您今日午膳有何吩咐？哎，那2条鱼看着倒是不错。殿下，那是贵妃娘娘精心饲养的龙凤锦鲤，据说是番邦进贡的稀世品种，娘娘十分喜爱。正好，本王最近就喜欢吃她养的东西，吩咐下去。这2条鱼，1条清蒸，1条红烧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办。放开我！姚琴，二殿下，请您自重，放开奴婢。姚琴，我知道你在那个废物身边受尽了委屈，你放心，等本王拿到太子之位，便除掉秦昊，为你出气。二殿下慎言，大殿下他是您的皇兄。皇兄？他就是个废物。姚琴，你是我的人，怎么听那个废物说话？你给我说清楚，不准走，不准走！你把话给本王说清楚。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二殿下，我已是大殿下的人，您还想听什么？不，那是他强迫你的，你不是最远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二殿下何必自欺欺人？当初是您将我送给大殿下的，如今大殿下他比您更有手段，更像个男人。所以你就背叛我，主动委身于他，是吗？姚琴，没想到你竟然如此下贱！请二殿下放尊重些，说不定过些时日，我便该是您皇嫂了。我们之间早已恩断义绝。你想做什么？那个废物能碰你，本王就碰不得。今日便让你知道谁才是真男人！放开我，你混蛋！禽兽，你这是在找死！混账东西，本王的人你也敢动？你的人？皇兄，你莫非忘了？这瑶琴原本是母妃赐给我的，不过是我用腻了的玩意儿，你倒当个宝了，口味真是独特呀！殿下明鉴，二殿下他以前没有碰过奴婢。放心，你的初次是本王亲自驱走的，还不至于被这蠢货蒙骗。呸！奸夫淫妇！你又打我！本王上次在汤泉宫有没有告诉过你，见了长兄要懂规矩？秦昊，我也是皇子，你别欺人太甚。看来是记打不记吃，非得本王替你长长记性。你放开我！你敢乱来的话，父皇知道绝对不会饶了你。掐死你，父皇就只剩我一个成年皇子了。你猜父皇会不会为了个死去的儿子让我偿命，绝了这大秦的皇嗣？放肆！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父皇，父皇救我！殿下，陛下到了，快松手！规矩我只教这一次，下次再犯我就直接送你上路。父皇，父皇救我呀！光天化日，兄弟相残，成何体统？父皇，皇兄他疯了，他要杀了我！他……父皇，二弟年幼无知，儿臣方才只是在教他些宫廷礼法，或许方式急切了些。你教导兄弟也需讲究方法，岂能如此粗暴？朕还听说一事，你以代朕理政之名，擅自将户部官仓大量存粮、银两、药材调往江南各州府，此事当真？什么？未经廷议，调空官粮银两？父皇，江南虽然正值汛期，但一向太平，如此劳师动众，必然耗费钱粮无数。皇兄刚接手政务就如此乱来，你是想掏空国库吗？臣妾还听说那些粮草银钱在路上已有损耗，折价近乎30%。陛下，看来浩儿还是年轻气盛，急于表现。这理政之事是否再斟酌斟酌？好一招釜底抽薪，娘娘，你现在就想抢我理政之权，下一步是不是该编造罪名，将我彻底排除在储君之外了？你少血口喷人！皇兄，你擅自调动巨额钱粮，损耗惊人，让你交还理政之权，理所应当。是啊，大殿下，我们也是为江山社稷着想，政务繁重，水太深，你经验尚浅，恐怕难以驾驭。既然你们一口咬定我调粮南下是徒增消耗，不如我们打个赌如何？怎么赌？上一世江南暴雨导致百年不遇洪灾，堤坝溃决，就在今日江南出现洪灾，1个时辰内800里加急军报必到。这军报所求，若不是需要朝廷钱粮物资赈灾，就算我输，你们敢？江南如今晴空万里，你说洪灾就洪灾，
简直荒唐！皇兄，你莫不是失心疯了？拿国事当儿戏？陛下，浩儿知道他理政之权将失，心有不甘，臣妾能理解，可也不能如此信口开河，欺瞒陛下。这不是把陛下当成3岁小孩戏弄吗？大皇子，休要胡闹！还是那句话，你们敢赌吗？赌！本王跟你赌。赌什么？若我输了，即刻交还理政之权，并向父皇请旨，永不觊觎东宫之位。好，你若赢了，本王便把麾下羽林卫输给你，并保证日后见你退避3舍。羽林卫正好掌控宫禁宿卫，至关重要。一言为定。荒唐！国运天下，岂能拿来做赌？大皇子，你现在立刻下令追回部分钱粮，能减少多少损耗是多少。不追。你说什么？你竟敢抗旨！江南万千黎民此刻正急需这些钱粮物资救命，恕儿臣不能追回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大皇兄，本王真是佩服你这厚颜无耻的功力啊！你简直是冥顽不灵！陛下息怒，保重龙体要紧。大殿下，陛下身体不适，你非要把他气出个好歹吗？快将理政之权交还，向你父皇认错。殿下，陛下真的动怒了，您不如先暂且隐忍。怎么，连你也不信我？奴婢……逆子！朕现在命你立刻将理政之权交出来，从今往后安心在你的王府修身养性，不得再干预朝政半分。听到父皇的话了吗？你聋了吗？时辰到了。什么？报！陛下，800里奇报，江南连日突发特大暴雨，江河水位暴涨，多数堤坝溃决，洪水泛滥，淹没州县，灾民无数，急需朝廷拨发钱粮物资，赈济救灾。江南总督府紧急求援。什么？江南真的突发特大暴雨洪灾？殿下他真的预言准了。哼，你胡说！是不是大皇子收买了你？是不是？二皇子明鉴，卑职纵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谎报军情。军报在此，陛下可亲自预览。江南各州告急文书也在途中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浩儿，你竟然真的说中了，未卜先知，这简直是神迹呀！不，我不信，此事另有蹊跷。你究竟是如何知道江南会有暴雨洪灾的呢？你是否与江南总督暗中勾结，谎报灾情？二弟，别用你那狭隘的心胸去揣度所有人。上一世这场洪灾让江南元气大伤，这一世若不是我提前布局，不知要死多少。浩儿，你的所有推断依据从何而来呀？我若告诉你们我是穿越而来，知晓未来之事，你们会信吗？怎么说不出来了？我就知道你有问题。大殿下，你此次立功，该不会真是蒙的吧？哼，娘娘若也有此等运气，不妨也多蒙几次，也好为父皇分忧。你够了，浩儿，你究竟如何得知天机？回父皇，儿臣并非凭空猜测，更非依赖运气。儿臣之所以能预知天灾，全仗一位隐士高人在幕后指点。隐士高人身在何处？可否为朕引荐？此人自号卧龙先生，善观星象，精于推算。可他不喜尘世纷扰，若非主动相见，儿臣也寻不到他。这等不出世的奇人，凭什么帮助秦昊这个废物？他能给的，本王能给10倍。务必将这卧龙先生收入麾下。二弟，胜负已分，你那支羽林卫准备何时与为兄交集？大殿下何必如此认真？少儿方才所言不过是兄弟间的玩笑话，羽林卫关乎宫禁安危，岂能作为赌注？娘娘这是要帮着二弟赖账？并非赖账，这羽林卫指挥使是陛下与少儿的直司，就算少儿身为皇子，也不能私自转让。二弟若是不舍也罢，父皇，儿臣另有所求。你还想要什么？太子之位。你凭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觊觎东宫之位？我未雨绸缪，救江南百姓于水火，而你却在此狂废质疑，甚至不惜赌上宫禁守卫之职。谁更有资格为父皇分忧，一目了然。立储乃国本大事，需从长计议。你们兄弟2人切不可因私怨而罔顾国体。果然，即便我立下大功，老头子依旧偏袒禽兽。也罢，这皇帝之位，既然他舍不得给，那我便自己夺。此事到此为止，贵妃，带2皇子回去反省，江南赈灾事宜全权交由大皇子处理。至于那羽林卫，父皇，愿赌服输。
朕准浩儿调用羽林卫骑营，协助赈灾物资调配与护送，以应不时之需。退下。浩儿，你这次做得很好，确实有继承大统的潜质，但帝王之路绝非一人可行。父皇有何教诲？想要成为合格的储君，需内有手段，外有根基。朕已为你寻得一强大助力，镇南侯谢南山，功勋卓著，坐镇南疆。他有一孙女儿，名唤谢之薇，文武双全，聪明伶俐，深得谢老将军宠爱。朕有意为你赐婚。什么？爷爷，你要将我嫁给秦昊那个声名狼藉的皇子？唉，陛下亲自开口，爷爷也没有办法。我不嫁。听说那秦昊就是个胸无大志的好色之徒，我谢之薇要嫁，便嫁那等能够运筹帷幄、救民水火的大英雄。胡闹！皇上钦点的婚事，岂容你使性子说拒就拒？谢家世代镇守南疆，军中威望极高，唯有与谢家联姻，你才能真正在朝堂站稳脚跟，拥有问鼎东宫的实力。父皇，您是想让儿臣与谢之薇联姻？朕已经征得谢老将军默许，唯有如此，你才有资格成为朕属意的继承人。全凭父皇做主。此乃婚姻大事，你不先见见之薇那丫头？皇室婚姻以稳固社稷为重，儿女私情次之，见与不见，并无区别。说得好，不愧是我皇室子弟。既然如此，朕即刻拟旨，为你二人赐婚。在想什么？恭喜殿下得此强援，离储君之位又进一步。哼，你想得太简单了。谢家功高盖主，皇帝那老头子不过是想借我这把刀拉拢谢家，以便将来削弱谢家权柄，为太子铺路罢了。他心中的太子从来都只有亲。同样是皇子，陛下为何如此偏袒二殿下？25年前，皇帝为了稳固地位，与我母后政治联姻。登基不久，母后便郁郁而终，皇帝却将他真心所爱之人，也就是二皇子的生母迎入宫中，册封皇后。在他心中，我不过是政治妥协的产物，二皇子禽兽才是他期待的儿子。原来殿下与二殿下并非一母所出，此事宫中为何从未传出？皇室丑闻岂容外扬？当年禽兽的生母在我母后丧期未过便怀有身孕，逼宫上位，好狠的手段。后来那女人难产而死，这让老头子对她更加愧疚怜爱，甚至为了追忆，又将她的妹妹，也就是杨贵妃接入宫中。所以说杨贵妃是二殿下的小姨，怪不得她处处维护二殿下。在老东西看来，由禽兽继承大统，我则与谢家联姻，成为他掌控边关将士的棋子，才是最完美的布局。那殿下为何还要答应联姻？怎么，听说我要娶正妃，心里不痛快了？记住你的身份，你不过是本王养在身边逗趣解闷的雀鸟，只配想着如何取悦本王，没资格拈酸吃醋。殿下恕罪，奴婢知道错了。殿下，这支羽林卫骑营是二殿下麾下最精锐的一部，现任将领是兵部尚书的长女宁红艳，也是二殿下的心腹之一。你听好了，禽兽已将这部分骑军的调度之权输给了本王，现在这些人马，包括女将领，都是我的，不再是什么阿猫阿狗的心腹。是，殿下说的是，奴婢失言。同样的话，本王不想听到第二次。奴婢谨记。走，我们去会会这位宁将军。宁将军，陛下虽允了大皇子调用骑营协理赈灾运输，但御林卫的根必须牢牢握在我们自己人手里。不日，陛下便会为你和二皇子赐婚，你是未来的二皇子妃，更是此营主将，当值轻重。娘娘放心，大皇子不过是一纨绔皇子，懂什么军务？末将自有分寸，借他些人手、车辆，做足表面文章，应付陛下便是。你心中有数就好。大皇子
此番借天灾赚足声望，你务必盯紧他，若有任何异动，随时向本宫和二皇子禀报。末将明白，在我的军营里，还轮不到他来撒野。哦，本王竟不知这羽林卫骑营何时成了宁将军的私军，协理赈灾还需劳烦贵妃娘娘亲临，如此悉心叮嘱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方才我们的谈话，你都听到了？该听的、不该听的都听见了。没想到本王平日对娘娘也算恭敬，娘娘竟在背后与人合谋，阳奉阴违，阻碍赈灾大事。大殿下，贵妃娘娘乃陛下嫔妃，请您放尊重点。宁将军，方才本王似乎听到你说本王不懂军务，还说只给本王些人手车辆，装样子。末将不敢，殿下误会了，只是军务繁杂，未免殿下劳心费神，末将愿代劳调度事宜，殿下只需静候佳音即可。代劳？宁将军，按陛下口谕，羽林卫骑营需听本王调遣，你是在教本王做事，还是想要抗旨不遵？末将不敢。哼，不敢就好。宁将军，记住你的身份，你是朝廷的将领，应当知道谁才是你现在的上官。末将遵命。哼，姚琴，带宁将军去办理交接，清点人马、粮草、军械，登记造册，本王要亲自过目。是。宁将军，请吧。哎，娘娘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们的事儿还没完呢。秦昊，你别乱来，这里可是军营。娘娘放心，你我接下来商议之事，不会有其他人知晓。你想怎样？殿下，娘娘，你们这是……谁让你不经通传就进来的？末将来呈报名册。大殿下，您对贵妃娘娘意欲何为？此乃大不敬。娘娘刚才头晕，险些摔倒，本王不过是搀扶一把，何来不敬？宁将军，你的眼睛和脑子最好放清醒一点。哼，想清楚，若把事情闹大，你又会如何？宁将军，你误会了，确如大殿下所说，本宫只是不慎头晕，此事不得外传。你先下去吧。末将遵命，末将就在帐外等候。娘娘，现在没人打扰我们了。宁红叶就在外面，你别乱来。所以娘娘更该安静些，本王可不保证这次还会停下。今日之事只是个教训，若娘娘日后再在背后搞小动作，可就没这么容易过关了。秦昊，你就是个畜生！哼，宁将军，进来。方才之事你都看到了？末将什么也没看到。哦，这么快就学乖了？听说你是禽兽的心腹爱将。末将是朝廷将领，谁持陛下令谕，谁便是末将的上官。聪明的选择，希望你能一直聪明下去。末将明白。且慢，殿下还有何吩咐？别着急走嘛，我们先谈点正事。殿下请自重。难道宁将军不愿与本王商谈正事？殿下，末将方才已言明，军营之中只谈军务。若殿下没有其他吩咐，末将还要去清点人员物资，先行告退。站住！本王准你走了吗？军营之中只谈军务，本王方才跟你说了，要亲眼过目名册，这算不算军务啊？名册已交由殿下随行的女官姚琴姑娘核对，殿下可随时查阅。本王现在就要看，而且我要你在身旁亲自解说。殿下。罢了，军中沉闷，本王府中新得一些西域美酒，不如宁将军今晚过府，你我二人慢慢详谈。殿下厚爱，末将愧不敢受。军营重地，末将职责在身，不便理应，更不可赴宴饮酒，请殿下自重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谈正事。宁将军，你这骑兵营按制应有一正一副2位统帅，为何副将之位一直空缺至今？回殿下，前任副将调离不久，新副将人选
还未选定。不必选了，本王自有人选。殿下主意何人？未来镇国女将军该登场了，你的妹妹宁红霞。哈哈哈哈哈！红霞，你的武艺又精进了。爹，我这剑练得怎么样？可否上阵杀敌了？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，当真是剑意连绵，有大家风范了。既然如此，爹，您身为兵部尚书，手握天下兵马调动之大权，什么时候能给我安排个将军当当？这个，哈哈，红霞，并非空有一身武艺便可带兵打仗。再说，你一个女儿家，干嘛非要去战场上找罪受啊？刀剑无眼，要是伤着你、碰着你了，那爹爹得多心疼啊！爹，您这分明就是偏心。我明明姐姐都可以领一营骑兵。哎呀，你姐姐性格刚烈，她不听话，你不能学她啊！舍妹虽有些武艺，但她年龄尚小，性子跳脱，恐怕难以担此重任。你妹妹宁红霞虽为女子，但自幼习武，武勇有谋。依本王看，她做个骑营副将都是屈才了。殿下对舍妹竟如此高看。北莽蛮族将至，正是我大秦用人之际，也是你妹妹宁红霞一战成名、扬名立万的最佳时机。北莽进攻，一战成名，殿下从何得知？从何得知？你不必多管，你只需要知道本王料事如神即可。宁将军，不如我们赌一局。赌什么？就赌你妹妹宁红霞必能够一战成名。若她胜了，你陪本王一夜；如果北莽未至，或者你妹妹失败了，本王便不再纠缠于你。这骑营指挥权，本王双手奉还。他究竟是真的未卜先知，还是又挖了一个陷阱？可我若不应，他势必会用其他方式逼迫我。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？宁将军是对你妹妹没有信心，还是对你们宁家的将门之风没有信心啊？若你答应，本王便在陛下面前全力举荐你妹妹为将。好，末将赌了。哼，好，宁将军，那我就静候你的佳音，不要忘了我们的赌约。哼。殿下，北境似乎并无事态紧张的迹象，你与宁将军的赌约……哎，急什么？好戏总要压轴登场。800里下接，北莽犯变，北境3县遭袭，损失惨重，紧急军报。这不是来了？岂有此理！北莽蛮族安敢如此猖獗？北境边军是干什么吃的？陛下息怒，北莽此次来袭极其突然，且选择了我军薄弱之处，我已紧急调配周边守军，立刻前往支援。陛下，当务之急是选派一名得力干将，速派北境督战，剿灭敌寇，安定民心呢。陛下需尽快派遣良将。父皇，儿臣举荐一人，可平北莽战事。浩儿要举荐何人呢？宁家小女宁红霞。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小女宁红霞年幼无知，虽粗通武艺，但并未经历战阵，也无统兵之能。若让她领兵，岂不是儿戏国事，置众将士性命和国威于不顾啊！皇兄，你莫不是疯了？宁红霞一个黄毛丫头，你让她去平定北莽，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？是啊，大皇子，军国大事非同儿戏，这也太荒唐了。是啊，这太胡闹了，三思啊！大皇子休要胡言，此事关乎国体，岂可？父皇，儿臣并非胡言。宁红霞虽年轻，却勇武果决，天赋异禀，正是应对北莽此种战法的良将。
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，岂能因循守旧，只看资历不看才能啊！陛下，臣绝不同意，此事并非儿戏。若败了，不仅损兵折将，还会助长北莽之气焰。大殿下，你若是想责罚老臣，直说便罢，何必拿小女的性命和国威来开玩笑呢？宁尚书，若只因宁红霞是年轻女子，你便断定她必败，是否太过武断？若是她胜了，届时又当如何？她不可能胜。她若是胜了，那老臣……若她胜了，就说明宁尚书你有眼无珠，险些埋没人才，更证明了本王有识人之明。届时还请宁尚书答应本王一个条件，如何？什么条件？将宁红霞许配给……这可有此理！你，父皇，儿臣在此立下军令状，若宁红霞兵败，儿臣愿交出所有理政之权，贬为庶民；若他胜了，请父皇允诺，将他赐予儿臣。后儿，你可知军令状非同儿戏？儿臣深知，请父皇成全。宁爱卿，你的意思呢？陛下，若此战小女获胜，那老臣无话可说；若未胜，请陛下严查大殿下失察之罪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朕便准了，即刻任命宁红霞为平北临时指挥使，率羽林卫火速驰援北。红霞，此行万分凶险，定要听从军中老将的建议，切勿冲动莽撞。遇事不决，即刻传书于我，安全第一，明白吗？姐姐放心，大殿下说了，我是天生的将才，此战必能扬名立万。等我打了胜仗回来。宁将军，末将在。北莽扰我边民，本王要你以雷霆之势荡平寇患，扬我国威，能否做到？末将领命，定不辱殿下的信任，不辱国威。临阵若有疑虑，可把它打开，或许能给你些许的启发。谢殿下。母妃，真让那个丫头立功，让秦昊如愿以偿。那她若得了宁家的军械，再与谢家联姻，那以后朝堂上还有我们母子立身之地吗？急什么？本宫岂会让他如此顺心？双管齐下，绝对不能让他得到半分兵力上的支持。母妃有何妙计？第一，立刻飞鸽传书，给我们埋在北境军中的钉子，让他们给宁红霞那丫头的粮草补给、行军路线制造点麻烦，在无意中向北莽泄露些他的动向。他要胜，也得脱层皮，最好让他直接战死沙场。明白。第二，立即将秦昊如何逼迫宁尚书立下赌约，又如何肆意妄为举荐宁红霞，甚至意图监收宁氏姐妹的丑行，以最快的速度密报给即将进京的镇南侯，要让他知道他那个未来的孙女婿是一个何等好色无德、罔顾国家大事的纨绔子弟。妙啊！谢老爷子性格刚烈，最看重名声。他若知道这件事儿，必定雷霆震怒，这婚推定了。谢家老小，杨贵妃和禽兽也在，这阵仗不妙。陛下，臣女请求陛下放过臣女。臣女就算嫁人，也要嫁如卧龙先生这般不图名利、心系天下、献策救驾的隐士高人。臣女宁死不嫁。大殿下这般行事荒唐、德行有缺的纨绔，请陛下成全。这，你先平身。大殿下，老夫是个粗人，不懂朝堂绕弯，只问一句：你举荐宁家幼女挂帅，可当真认为她是将才，还是另有所图？当然是任人唯贤。宁红霞虽年少，
但是勇武果决，正是应对北莽的最佳人选。大殿下口中的任人唯贤，莫非还包括逼迫其姐立下弑秦赌约，逼迫其父立下嫁女条约？若这就是你口中的任人唯贤，那这个贤字未免太辱没斯文了。皇兄举荐宁红霞，已惹朝野非议。若是再存了什么龌龊心思，岂不是视军国大事如儿戏，视宁家女儿如玩物吗？大殿下，老夫在军中一辈子最恨2件事：一是视战争如儿戏，枉送将士性命；二是欺辱军中袍泽及其家眷。你此举可是2者皆犯，如此心性，岂是良配？陛下，请陛下收回成命，这桩婚事我谢家高攀不起。朕南侯切莫如此，快请起。我举荐宁红霞，一心为公，他此战必能大捷，届时自见分晓。大殿下张口闭口必能大捷，莫非这也是你背后的卧龙先生未卜先知？离了这位高人，想必大皇子也没有几分真才实学吧？皇兄不能遇到事儿就推给那位谁也没见过的高人吧？这太子之位将来莫非也要请卧龙先生来做？浩儿，你究竟为何如此笃定？真的全靠那高人推测？父皇，能得卧龙先生相助，也是儿臣的能耐。至于宁红霞，儿臣自有判断其能胜的理由，绝非3言2语就能说得清楚。事实胜于雄辩。哼，好一个事实胜于雄辩！大殿下，既然你如此自信，可敢再与老夫立下赌约？侯爷，你想怎么赌？就赌宁红霞此战，若胜，婚约照旧，且我镇南侯王府未来为大殿下马首是瞻。若败呢？若败，请大殿下自愿放弃与我谢家的婚约，并向宁家赔罪。好，本王赌了。若是宁红霞战败，本王愿献出性命向宁家赔罪。既然你们执意如此，朕便做个见证，一切等军报传来再说。陛下，捷报，800里加急！陛下，北境大捷，小女宁红霞率部于苍兰山设伏，以火攻奇袭，大破北莽主力，斩首数千，俘获无算，我军胜了。此话当真？军报无误？千真万确，这是前线总督亲笔所述捷报。赢了，接下来该收割战利品了。快！好，打得好！宁红霞此战扬我国威，壮我军魂，以少胜多，以奇制胜。宁爱卿，你生了个好女儿啊！陛下谬赞，权倚仗，陛下天威庇佑。还有，大殿下，老臣之前糊涂，有眼无珠，险些误了国事，更错怪了大殿下识人之明。殿下力排众议，举荐小女，此等知遇之恩，老夫感激不尽。此前多有得罪，请大殿下治罪。为国举贤，此乃本王分内之事。宁红霞，巾帼不让须眉，实乃我大秦之福啊！本王不过是做了本王该做之事罢了。好，浩儿此次确实立下大功，不仅预判天灾，保全江南，如今又慧眼识珠，平定北莽，双喜临门，朕心甚慰。陛下说的是，大殿下能得卧龙先生这般高人倾力相助，实乃我大秦之幸。若非先生运筹帷幄，暗中指点，殿下想必也难以如此料事如神。真是天佑我朝，降下如此大。母妃所言极是，
皇兄真是好福气，能得卧龙先生青睐。不知皇兄何时能引荐这位高人，让我等一睹风采，聆听教诲。父皇，高人闲云野鹤，不慕虚名，本王也不敢强求。如今既然已证明儿臣判断无误，那么宁尚书、镇南侯之前的赌约，二位以为如何？陛下，老臣愿赌服输。大殿下慧眼识珠，老臣也无话可说。我镇南侯府之前的承诺依旧作数。陛下，老臣也愿赌。若非大殿下举荐小女，小女也不会有今日之功。小女被殿下看中，那是她的福分。老臣恳请陛下为宁红霞与殿下赐婚。宁尚书，陛下早已有意将职位嫁给大殿下，岂能轻易更改？莫非你宁家立了点功劳，就想压过陛下的圣意，压过我谢家不成？侯爷，此话谬矣。陛下圣意自是最高，大殿下乃天纵奇才，未来储君，其婚事关乎国运。小女宁红霞能助大殿下建功立业，此乃佳偶天成啊！浩儿，此事因你而起，你看如何？父皇，两位皆是我朝的重臣，对儿臣又是如此的厚爱，儿臣不敢怠慢。既然天意如此，家人难舍，不如同时履行与谢家和宁家的婚约。谢姑娘和宁家女，儿臣都娶了。你无耻！陛下，殿下既有此意，老夫以为甚好。只为乃陛下亲许，是我镇南侯府的嫡孙女，于情于理都应为正妃。侯爷，话不能这么说吧？小女宁红霞立下赫赫战功，于国于民都有巨大贡献。陛下，老臣并非为了争正妃之位，只是觉得此事应该慎重。宁尚书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莫非是想让你女儿骑到我谢家的头上？我谢家世代镇守南疆，功勋卓越，只为他更是文武双。陛下，侯爷，若论对大殿下的忠心，我宁家愿倾其所有。老臣不止红霞一个女儿，若陛下和殿下不弃，老臣愿将2个女儿一同许配给大殿下。不行，宁侯爷！父皇，儿臣心仪宁红叶已久，早已求过母妃，正想恳求父皇将宁红叶赐婚与儿臣，这怎能也嫁给大皇兄？成何体统？宁尚书，你怎能如此行事？是啊，陛下，寿儿他主意宁红叶已久，臣妾也觉得2个人甚是般配。宁尚书如今这般见风使舵，竟想将2个女儿都许给浩儿，这事关皇家国事，成何体统啊！够了，统统给朕闭嘴！朝堂之上，吵吵嚷嚷，成何体统？婚姻大事岂是菜市口买菜，由着你们讨价还价，甚至一女多许？此事争议过大，容后恭送陛下。秦昊，你贪得无厌，你将婚姻当作什么？又将我等女子当作什么？争权夺势的筹码吗？还妄想兼收并蓄，简直无耻！姑娘姓烈，本王钦佩，但这是父皇的旨意，此乃关乎国本。哼，一个视女子如玩物、贪权寡情之人，也配谈国本？真不知道卧龙先生怎么会追随你这样的人。我宁愿终身不嫁，也不会嫁给你这种禽兽。本王何时是女子如玩物啊？本王向来是知人善任，人尽其才啊！你巧舌如簧。祖父，我们走，这地方令人作呕。大殿下，只为他性子烈，被老夫惯坏了，
还请殿下勿怪，老臣应允之事依然作数，还请殿下不要忘了之前的赌约。一定，一定。老夫告退。谢知微，你越是这样，我越是感兴趣。你谢家迟早是我的囊中之物。大殿下，老夫今日已表明了心意，红叶和红霞都愿侍奉殿下左右，还望殿下日后莫要忘了老夫今日的力挺啊！宁尚书，你可答应过支持本王的？哈哈，此一时彼一时嘛。老臣现在坚定不移地支持大殿下。宁尚书的心意，本王知道，这事儿本王记下了。那臣告退。好手段，大皇子真是一箭双雕。不对，看如今的情况是一箭三雕。只不过可惜，这谢家丫头看起来并不情愿啊。强扭的瓜不甜，皇兄如此强求，就不怕鸡飞蛋打吗？这就不劳烦贵妃娘娘和二弟费心了。瓜只有拧下来才知道甜不甜。秦昊，你欺人太甚！你夺我兵权，如今连我看上的人也要抢。你，我们走。看来火候还不够，需要再添一把柴，让这火烧得更旺些，逼得你们别无选择。姚琴啊，奴婢在。2件事：第一，将宁红霞北境大捷，还有本王如何的慧眼识珠、力排众议的过程给散播出去。茶楼酒肆、勾栏瓦舍，要让帝都的百姓都知道，本王麾下有怎样一位巾帼英雄，而本王又是如何的知人善任。奴婢明白，奴婢定将这事办得漂漂亮亮的，将殿下与宁将军的声威推向顶峰。第二，让我们在江南的人将卧龙先生于洪灾前赠册本王指点防灾的事迹，不经意地泄露给1、2位清流御史。记住，要做的自然，像是他们自己探查到的。明白，殿下。殿下是想将卧龙先生的声望也转化为您的助力，借此施压。世人皆慕高人，既然他们都对这位卧龙先生好奇推崇，那本王便让他们知道，这位卧龙先生只站在本王身后，得卧龙者得天下。去吧。是殿下，奴婢明白，奴婢即刻去办。禽兽，你们的野心只会是本王的垫脚石。陛下，一旦谢家和宁家彻底投靠大皇子，首儿将彻底无缘储君之位。求您看在臣妾死去姐姐的份上，再给首儿一次机会吧。你以为朕不想给他机会吗？朕甚至早已属意他继承大统。正因为属意于你，朕才要为你铲平荆棘。你以为朕为何执意让你与宁家联姻？宁家根基在京城，在兵部，在经营，盘根错节。若能得其鼎力支持，东宫之位乃至将来地位，才能坐得稳。至于谢家，军威虽重，却远离中枢。朕让秦昊与谢家联姻，看似他得了强援，实则是将谢家军力收归于皇室掌控。待你登基时，他们便是京中质子，南疆军权终将归于你手。可你呢？你都做了些什么？挑拨镇南侯，在朕面前胡闹这一场，朕的万全之策全都毁于你的蠢行。儿臣愚钝，求父皇给指条明路。事到如今，
只有行非常之法。谢之威、宁红叶，你必须拿下一个。生米煮成熟饭，破其就范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儿臣领旨。殿下有何吩咐？宁将军还真是贵人多忘事。北境捷报已经震动朝廷，北莽已平，宁将军是不是也该履行你我的赌约了？末将未曾忘记。哦，那宁将军想要如何履行我们的一夜之约？殿下若要索取，末将无话可说，但请殿下明白，末将此举只为信守承诺，偿还赌债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意，更无半分男女私情。哼，好一个别无他意啊！宁将军是将门虎女，一诺千金，本王佩服。别的我也没有其他所求。今夜此时，我在本府等你。秦昊，你终究还是不肯放过我。这一夜之后，你我两清。来了，比本王预想的守时。末将宁红叶前来履行承诺，殿下有何吩咐，但说无妨。完毕，末将即刻离开。吩咐，宁将军觉得本王会做什么？放心，本王虽非君子，但也不屑于用强。既然宁将军说了只论承诺，那么便陪本王喝上一杯。请。怎么，怕本王在酒里下药？哼。酒已喝过，殿下若无其他事，慢着，一杯怎么够？坐下。今夜陪本王喝酒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殿下既已明示，便要不惜一切代价。明日母妃便设宴，宴请宁红叶、谢之威，你埋伏在偏殿，待他两人喝下下了料的酒，便逐一击破。若得双输，天下可得，至少必取其一。可是他们都不是寻常女流，这万一失了身，深宫内院，药性难耐，任他是巾帼英雄，也难以反抗。你只需要记住，成王败寇在此一举。好，儿臣定不辱命。
今日请二位姑娘来，实在是为你们抱不平。大殿下那日在御书房那般轻狂言语，把你们都当成什么了？本宫听了都替你们心疼。谢谢娘娘关心，那般狂妄之人，我谢之薇誓死不嫁。红叶，你与我们寿儿自幼便相识，知根知底。寿儿平时虽不如大殿下那般张扬，但是待人真诚，极为专一，是不是寿儿？母妃说的是，我对宁将军一向尊重有加，绝无二心。娘娘厚爱，末将心领。只是末将身为军人，婚事当由陛下定夺。营中还有军务，恕末将先行告辞。哎，宁将军何必急着走？娘娘也是一片好意，何况殿下那般羞辱我等，难道你就不生气吗？末将并非不气，只是巡防时辰已到，末将实在不得不告退。娘娘见谅。志薇，还是你明事理。宁红叶那个丫头真是太没规矩了。大殿下那样心毒的人，哪里配得上你这样的将门之女？娘娘说的是，我宁愿终身不嫁，也绝不嫁于那般无耻之徒。别气坏了身子啊！来，先把这杯酒喝了。本宫啊，一定在皇上面前给你打抱不平。志薇，好事成双，咱们再来一个。这酒不对。志薇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寿儿，赶紧扶志薇姑娘去休息。志薇，无耻！你们比秦昊更卑鄙！志薇，我是真的喜欢你啊，志薇！快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志薇，慢点儿！谢姑娘，可是身子不适。二弟啊，你如此的追逐我将来的未婚妻，意欲何为啊？志薇方才在杨贵妃府喝了几杯酒，有些醉了。母妃特地吩咐我送她回去休息。哦，贵妃宫中的酒竟然能把将门之女给醉到神志不清。志薇不胜酒力，王兄莫要趁人之危啊！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镇南侯那边可不好交代。二弟还真是会为谢家考虑啊。不过二弟，你对本王的未婚妻到底做了什么？需不需要我向父皇和镇南侯去评评理啊？秦昊，你是要得意？谢家是不会把她嫁给你这种人的。这就不劳二弟费心了，毕竟有些酒还是少喝为妙。秦昊，我们没完。禽兽这个蠢货，倒是用了猛药，谢家这颗棋子该落定了。什么？谢之薇被秦昊带走了？我也没想到药效发作之后，他力气还那么大，让他跑了。偏偏这个时候又碰到了秦昊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如果他睡了谢之薇的身子，谢家岂不是彻底倒向他？那我们既然我们得不到，秦昊也不要想得到那么轻易，至少要带给他一身腥。母妃的意思是，派人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件事情通知给朕，就说大皇子在谢姑娘来府中聚会的时间酒醉不适，就强行玷污她，进行禽兽之事。现在谢姑娘还被困于大皇子府中。镇南侯不信的话，万一……镇南侯那个老匹夫平时最看重他这个孙女和他们谢家的颜面，这件事情
就算他不全信，知道了也会震怒，足以让他在心里埋下一根刺，让秦昊再想得到他的支持也没那么容易。秦昊，醒了？你个畜生，卑鄙无耻，对我做了什么？本王对你做了什么？你难道忘了，你昨天晚上是如何对本王投怀送抱，缠着本王不放的吗？你胡说！是你和禽兽一样卑鄙，趁人之危！我要杀了你！省点力气吧，别忘了你是我的未婚妻，早晚会有那么一天。闭嘴！我死也不会嫁给你这个人面兽心的混蛋！谢姑娘，是你自己送上门的，若非本王，你现在早已是禽兽的踏上蛮物了。本王救了你，你不知道感恩，还敢放肆！感恩？秦昊，你给我等着！谢家不会放过你的！哼，恨也是一种强烈情绪。谢南山那个老狐狸应该已经得到消息了吧？好戏呀，才刚刚。祖父，祖父，你要为这位做主啊！祖父，秦昊他毁我清白，还出言侮辱！祖父，此仇不报，只为誓不为人！知伟，你确定昨日只是寻常醉酒，而非中了什么龌龊之事？是禽兽和杨贵妃借宴请之名，给孙女下的药。他们是看郑楚无望，行此龌龊手段，妄图得到谢家的势力。请祖父给孙女做主。现在追究这个事为时已晚。知伟，你记住，事已至此，木已成舟，哭闹报仇解决不了问题，反而会使我谢家颜面尽失，成为天下笑柄。祖父，难道就这样算了吗？这笔账需要记在明面。秦昊他既然动了你，他就必须要负责到底，必须给你一个正妃之位，这才是挽回我谢家颜面、最大化我谢家利益的最好方式。祖父，随我进宫面见陛下，秦昊他要对你、对我谢家有一个明确的交代。陛下，大皇子秦昊行为失检，玷污老臣孙女之位的清白，此事必须严惩，给我谢家一个明确的交代。你有何话说？回父皇，昨晚我确实与谢姑娘在一起，但并非儿臣用强，而是谢姑娘遭人暗算，身中烈性媚药，神志不清，寻至儿臣处。儿臣见其痛苦不堪，更不忍心让她落入歹人之手，所以才顺势而为。我愿为谢姑娘负责。哼，下药！这宫中何人如此大胆？贵妃娘娘，昨日宴席是你所设，酒水经你之手，你作何解释？皇上，臣妾冤枉，都是秦昊见色起意，如今见事情败露，才编造出来什么下毒的谎话，实在是无耻至极。哦，那我倒要问问我二弟，锦寿，昨天谢姑娘从贵妃的宫中跑出来时，神志不清，步履蹒跚，你为何紧追不舍？你当时又在紧张什么？我是看知薇妹妹似有不适，所以担心她的安危，跟上去看她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。王兄，莫要血口喷人，如此下作之事，我是不会做的。哦，那为什么谢姑娘看到你追出来以后，她便跑得更快，仿佛看到了鬼魅一般？若不是心虚，你追一个神志不清的女子作甚，
要不是你下的毒，那是谁？不是我，这主意是……逆子，住口！再多说一个字，朕立刻把你舌头拔下来！蠢货废物，朕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！陛下，证据确凿，请陛下给我谢家一个交代。好，朕就给你谢家一个交代。二皇子禽兽禁足半年，非诏不得外出。杨贵妃回宫自省。至于之威，受此大辱，朕心甚愧。朕决议册封谢之威为大皇子正妃，择日完婚，朕亲自主婚，十里红妆，以彰谢家殊荣。谢爱卿，这结果可还满意？陛下大喜，天大的喜报！宁红霞将军凯旋归来了，此刻正在殿外候旨。快宣，快宣宁爱卿！末将宁红霞，幸不辱命，斩北莽将首于漠北城，特带捷报向陛下复命。好，好，好，宁爱卿，快快平身。好一个巾帼英雄，年纪轻轻，智勇双全，真乃我大秦之福啊！宁爱卿，你想要何赏赐？爵位、金银、田宅，朕无有不允。陛下，末将不求爵位金银，末将只求一赏。哦，爱卿要何赏赐？尽管直说。恳请陛下赐婚，末将愿嫁与大殿下秦昊为妻，此乃末将唯一所愿。大殿下慧眼识珠，力排众议，举荐臣女，临行前更赠锦囊，指点迷津，助臣女揪出内贼，大破北莽。此等知遇之恩，末将唯有以身相报。宁爱卿，此番立功甚伟，朕理应重赏。只是这婚事，朕方才已决议，册封谢之威为大皇子正妃。你，陛下，末将心仪的是大殿下此人，绝非名位。即便为侧妃，末将也心甘情愿，只求常伴殿下左右，望陛下成全。宁将军，婚姻大事怎能如此轻率？父皇，既然宁将军一片深情，儿臣也不能辜负了他。望父皇恩典，我将同时迎娶谢姑娘、宁姑娘两人。谢陛下赐婚。好，宁爱卿深明大义，朕便如你所请，册封宁红霞为大皇子侧妃，与正妃谢之威同日完婚，双喜临门，亦是佳话。谢陛下隆恩。祖父，陛下赐婚之事，我绝不接受。这个正妃简直就是个笑话。他秦昊刚刚才用那种卑劣手段玷污了我，转头就要再娶一个，还要我与那宁红霞同日入门，一正一侧，这简直太荒唐了。你让我嫁与这等禽兽不如之人，将我谢家的颜面置于何地啊，祖父？糊涂，颜面，正因要保住谢家颜面，更要你嫁，更要你坐上那正妃之位。祖父，你只看得到他狂妄好色，却看不到他如今的势不可挡。遇天灾，破北莽，压朝堂，实乃雄主之兆。此子心机深沉，手段超绝，更有卧龙先生这样的高人辅佐，东宫之位已是囊中之物，未来更是九五至尊。那是卧龙之功，离了那位高人，他什么都不是。秦昊不过是个撞大运的废物。祖父，孙女心目的是卧龙先生这等惊天伟地之才，孙女宁愿嫁给卧龙先生，求祖父成全，
禀明陛下，退了我与秦昊的婚事。荒谬！卧龙先生再厉害，也只是谋士，是臣。秦昊再不堪，他是主，是君，是未来的皇帝。祖父，此事再无余地。你要做好这个正妃，牢牢把握住秦昊的心，把握住未来的后位，这才是你身为谢家女的宿命和责任。为了谢家百年荣光，个人的喜恶给我统统咽回肚子里去，准备好做你的新娘子，不要再让祖父失望了。什么？侧妃？你自愿的？糊涂啊！你简直糊涂透顶！父亲，女儿心仪殿下，能嫁与他已是心满意足，您为何……心满意足？你满足了，宁家呢？宁家的脸面呢？你立下如此战功，本可以为你争取最大的利益。即便正妃之位难争，也可以为你争取一个实权的爵位。你可倒好，自甘堕落，去当一个侧妃。你让满朝文武如何看我宁家？难道让别人说我宁家的女儿上赶着给别人做妾？女儿不是做妾，侧妃也是上了玉蝶的。我与殿下是真心。真心？这皇家之中哪来的真心？权力、地位、家族荣耀才是根本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早知如此，当初就不该让你去立这个军功。真心？傻妹妹，你可知那殿下的真心究竟是何物？你可知我与他……你至少还能光明正大的要一个名分，而我呢？父亲，女儿不悔。功勋是我自己争的，婚姻是我自己选的，我这就回去收拾行李，等候宫中旨意。你，哎呀，孽障啊！父亲息怒，事已至此，陛下金口已开，无法更改了。或许妹妹嫁过去，也能为家里带来一些好处。好处？什么好处？做一个侧妃，以后在谢家女面前都要矮一头。还有你，你若是争口气，早日把持住大殿下。你，哎呀！陛下，如今京城内外都传颂着您的贤名呢，说您慧眼识珠，启用宁将军平定北莽，同时迎娶谢宁两家明珠，真是天大的福气。您该歇息了，夜深了。过来。听你刚才的语气，好像是在埋怨本王冷落了你。奴婢不敢，只是殿下自从有谢姑娘和宁姑娘，就再也没叫奴婢伺候。唉，傻丫头，本王怎会忘了你？这谢之微啊，是谢家的倚仗。他宁红霞呢，则是我军中的助理，而你是本王最贴心的人。陛下真的还需要奴婢？当然需要。今晚你就好好的伺候本王，等本王登上储君之位，以后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谢殿下恩典，臣妾定当竭尽全力。大殿下圣名如今传遍京城，看来储君之位非他莫属。我们要想办法
抓住这条大龙。红叶，你在大殿下麾下任职，最为清楚他如今的权势。爹爹思来想去，只有一个办法，能改变现在的局势。父亲的意思是，你也加入大皇子府。红叶，你贵为长姐，虽无战功，但是掌管过羽林卫，沉稳持重，届时姐妹同驾，既可以彰显我宁家对大皇子的诚意，又能让谢家不敢轻视，甚至将来还可以有机会争一下正妃的体面。太好了，姐姐若是能一同嫁过来，我在府里也能有个伴儿。姐姐，你愿意吗？红叶，此事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，而是关乎到宁家的兴衰啊！你若是拒绝了，未来我们可能会受到谢家的压制，同时错过了攀附龙颜的最佳时机。女儿，遵命。好，哈哈哈哈哈！明日我就去大皇子府向殿下禀明此事。姐姐，你说殿下会喜欢我绣的这个荷包吗？红霞，皇家后院不比军营，人心复杂，你凡事多留个心眼，尤其要小心殿下的真心。姐姐怎么会这么说啊？殿下对我这么好，还亲自给我锦囊妙计。罢了，你日后便会明白。总之，保护好自己最重要。殿下，老夫今日前来，是有一事相求。来，你说。啊，小女宁红霞已蒙圣上赐婚。长女宁红叶与殿下有共事之谊，并且一直对殿下有仰慕之情。哦，所以老夫斗胆恳请殿下，同时纳宁红叶为侧妃，让二女共侍左右，为殿下料理后院，也全了宁府一片赤诚。这是让我同时娶2位宁家小姐。殿下英明。长女宁红叶沉稳，宁红霞勇武，二人各有长处，必定可以为殿下分忧。老臣愿将宁府半数资产均入王府，以表诚意。宁尚书，您倒是大方，但这就怕谢正妃怕不会那么轻易答应。朕南侯驾到！殿下，宁尚书倒是来得早啊，这是在给殿下送大礼呢。侯爷说笑了，倒是侯爷，今日怕不是为了知微正妃的体面前来施压的吧？殿下，老夫今日前来告诉殿下，只要殿下真心待知微，我谢家愿全力支持殿下争夺储君之。我宁家也愿鼎力相助，只要殿下纳二女为侧妃，我兵部上下都为殿下马首是瞻。 2位皆是朝廷的重臣，我若是答应了宁尚书，恐怕会寒了谢大人的心；我若是不答应宁尚书呢，这又枉费了人一片心意。你说这，哎呀，罢了罢了，只要能助殿下登上储君之位，知微在府中多一个伴也无妨。但
宁红叶必须与宁红霞同为侧妃，绝不能越过之威。自然，自然。殿下，我与宁尚书商议妥当，明日便联合众大臣，奏请陛下立宁为太子。好，好。老臣告辞。有这2位岳父的助攻，美女，还有这储君之位，乃至95之尊，都已是囊中之物。臣启陛下，大皇子秦昊3策安江南，1策破北莽，民心所向，军心所归，国本已早定，请立储君，以安天下。镇南侯府复议，南疆30万边军，愿为储君戍边，生死不渝。请陛下立大殿下为储。浩儿确有进步，但立储乃国本大事，需从长计议。寿儿虽然有错，但终究是朕的儿子。此事，父王，儿臣只想问一句：如果今日不立，若明日北莽南下，父皇可有第2个儿子能扶得起来？逆子！你竟然也逼朕！20年前，朕以联姻稳江山；20年后，朕的儿子竟以联姻逼朕退半步。好，很好。陛下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若陛下迟迟不立，恐生变数。臣等请陛下立刻下旨，请陛下立大殿下为主。朕知道了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容朕再斟酌几日。退朝。老头子还在拖，但他已经没有选择了，恐怕皇帝之位很快就会是我的。母妃，秦昊联合谢宁2家逼宫，父皇虽未即刻下旨，但是眼看储君位置就要被他给夺走了，我们没有退路了，慌什么？我们手里还有张最大的底牌，你舅舅镇北王，他手握3万北境铁骑，若能调兵秘密入京，再联合宫中掌印太监魏公公，加上我们培养的暗卫，定能趁乱弑君夺位。可是调兵需要虎符，且京城9门都有禁军把守，我们如何瞒天过海啊？这是你外公留下的镇北侯密令，可调用部分亲信。魏公公那边的人，我已化重金打理好，到时候他们会在宫城西侧制造混乱，分散禁军的注意力。届时，你率暗卫直奔御书房，控制住你。娘娘放心，老奴已连夜安排人送信，保证3日之内镇北王赶到。寿儿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，成则称帝，败则万劫不复。你可愿赌一把？母妃都敢，儿臣有何不敢？偏了！杨贵妃和我的那个好弟弟，果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，狗急跳墙，勾结镇北王，意图谋反弑君。他们竟敢如此大逆不道！殿下，请让末将带兵，即刻将他们拿下。不着急，让他们先动，他们动了，我们才能名正言顺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姚琴，奴婢在。你秘密出宫，亲自去见镇南侯谢南山，告诉他表忠心的时刻到了，告诉谢南山，不惜任何代价，立刻封锁北境入京要道，一定要在镇北侯赶来之前将其截杀。记住，一定要留活口，
尤其是镇北侯。本王留着他的军队还有用。是，奴婢明白，奴婢立刻去办。宁红叶，末将在。你率领羽林卫骑兵营，乔装打扮成禁军，潜入宫中四周，等待燃起信号，封锁九门，不允许任何人进入。末将明白。只是殿下为何不直接禀明陛下？我的父皇对禽兽母子一直抱有可笑的恻隐之心，不见黄河不落泪，唯有让他们露出真正的叛逆之心，才能斩断他所有念想。末将明白，定不如命。宁红霞，末将听令。可是要让末将带兵冲入宫内，亲手擒拿禽兽那个逆贼。杀鸡焉用牛刀？你持我令牌，去京郊大营，领3000轻骑，待宫门被控制时，立刻率部控制城防司，弹压反叛，抄没逆党宫外府邸，要快，要快，要狠。是。杨贵妃禽兽镇北王，这盘棋最后一颗子总算要落下了。皇上，臣妾亲手熬了参汤，饮用一些，润润肺吧。你不在宫中自省，来此作甚？皇上，臣妾知道错了，臣妾不该纵容兽儿胡来。可是臣妾对你的心，从来没有半分虚假。皇上，求您看在这碗汤的份上，就饶了臣。罢了，难为你，还想着朕。我这几日来确实觉得身子大不如前了。那是因为陛下近日政务繁忙，您喝点参汤，多多休息，一定会好的。陛下，您说，如果您突然龙驭上宾，您这江山该由谁继承呢？寿儿他可是日日为您祈祷呢。你这汤！奉密旨，有奸人谋害陛下，所有人放下兵器，否则格杀勿论。父皇，别怪儿臣不孝，这皇位本该就是我的。逆子，毒妇，竟敢杀君谋逆！二殿下，诏书已拟好，只需要盖上印玺，对外宣称陛下病危传位，大事可成。这个秦昊千算百算，最后还是我赢了。这就是朕的好儿子，好贵妃，朕真是瞎了眼了，竟如此宠爱你们这些蛇蝎之人，逆子！朕就是死，也不会将皇位传给你。既然如此的话，父皇，那就安心上路吧。住手！禽兽，放下你手中的剑！你的阴谋到此结束。逆贼禽兽杨贵妃，尔等弑君谋逆，罪证确凿，还不速速就擒！你怎么？镇北王的兵呢？你说你那个舅舅是吗？他的大队人马被堵在了北玉关，他派过来的虾兵蟹将早已伏诛。至于你的布置，早已掌握在本王的手上。秦昊，你早就知道了。若不如此，怎能将你们一网打尽？拿下！
是。畜生，真是畜生啊！朕纵然偏爱于你，却从未想到你竟阴毒至死。还有你，朕待你不薄，你竟对朕用此毒计，你们实在是令朕心寒。心寒？父王，你的心里何时有过我？都是那秦昊，你何曾给我一点机会？是你逼的，是你逼的！秦昊，你别得意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！将这对逆贼母子押入天牢，严加看管，等待发落。带走。父皇，朕错了，朕被私心蒙蔽，养虎为患，险些丢了江山。朕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。这江山只有交给你，朕才能放心。朕这就传位于你，谨记励精图治，守好我大秦江山。啊，父皇！父皇，你放心的去吧。这江山，我替你守下去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平身。谢陛下。朕能承继大统，早清奸佞，非朕一人之功。若非一高人在背后屡次献上奇策，预知天灾，指点兵机，朕亦难有今日。陛下所言，莫非就是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卧龙先生？不知陛下可否为臣等引荐，也好让我们瞻仰一下高人的风采，叩谢匡扶社稷之恩呐！恳请陛下与卧龙先生一见。你们不是已经见到了吗？运筹帷幄，预知江南水患者是朕；献策防灾，保全万民生计者是朕；推测北莽异动，否决减税误国之策者是朕；洞悉北莽犯边，力排众议，举荐宁红霞者亦是朕。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卧龙先生，若有，那便是朕为了韬光养晦，防止小人暗算，而给自己披上的一件外衣。一切皆是朕意，朕就是卧龙。哦，陛下就是，陛下就是卧龙先生。原来一切都在陛下掌控之中啊！陛下深谋远虑，至近乎妖，臣等拜服。陛下万岁！陛下万岁！陛下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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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居然是他，一直都是他。我恨的和我敬仰的，竟然是同一个人，我真是愚蠢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现在，你还觉得嫁给朕辱没了你吗？你还一心心念念的卧龙先生吗？臣妾不知陛下就是，臣妾以往愚钝，冒犯天威，还请陛下责罚。能侍奉陛下左右，是臣妾之幸。臣女谢之威，从此为陛下侍从。好，
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从今往后，你与宁红霞、宁红叶、姚琴一同辅佐朕。众卿平身。谢陛下。逆天改命，方是朕之大德。望众卿与朕同心，共创我大秦盛世。吾皇圣明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